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议员。今天这个影片呢是专门的一个专题，是针对骑兵统帅来稍微讲一下，就是目前骑兵统帅的情况搭配，还有未来他们的走向会变成怎样。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先跟各位稍微讲一下，就是现在我讲的内容呢，可能只是截止到8月、9月为止而已，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推出到最新的统帅，就是远程跟领袖统帅嘛，有可能多2个月推出新的骑兵统帅的时候会有所改变，又或者是在中间穿插一个年度统帅的时候会影响到骑兵之后的走向，有可能我今天的预测会预测成功，预测对了，又或者是跟我想象中的有点不太一样，所以在多2个月之后呢，可能会有所不同。先说一下搭配的部分，还有我自己个人的评价。那首先第一个搭配组合肯定是江汉战跟阿卡琉斯，或者是阿卡琉斯搭配江汉战。谁做主将取决于你想要什么东西。如果你是长时间打，你需要回血的话，你就用江汉战做主将；但你是往输出方面去发展的话，你就选择阿卡琉斯做主将。谁做主将都没有问题的，只是看你的需求而已。另外一个搭配组合就看你保留技能伤害还是连击伤害。如果你是保留着技能伤害的话，就是霍去病搭配真德，或者是真德搭配亚瑟都是可以的。但是真德搭配亚瑟这个组合呢，我个人是不太推荐，因为真的很烂，它很脆，很容易死掉，这个速度真的太快了。如果你是另外一个连击部队的话，有可能你是用亚瑟来搭配赫克托尔，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那接下来是讲一下我个人的评价，其实我不太建议大家就是把江汉战跟阿卡琉斯放在一起，当然这个是没有其他统帅选择的情况下你才会这样子搭配啦。如果你是有阿提拉的情况下，我会更加建议你用阿提拉搭配阿卡琉斯，其实效果也是不错的，不比用江汉战搭配阿卡琉斯还要逊色。之前我做过影片跟大家讲过了嘛，它的报告仅次于我的秦始皇搭配司机而已。至于江汉战的话，你们就可以把亚瑟作为主将搭配江汉战来使用，这样子你就有2队连击的部队了。当然这个前提是你必须要拥有阿提拉啦，因为大多数玩家可能都没有阿提拉。因为我个人发现到呢，当我用江汉战搭配阿卡琉斯的时候呢，其实在我所有的部队里面报告并不是最好的，就算是我的全骑兵账号也好，也不是最好的，它可能才排行在第3或者是第4左右而已。但是如果你用混兵的情况下，其实他们的排名会更加厚，这个情况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在当初阿卡琉斯江汉战推出的时候，其实他们表现还是不错的，就是他报告可以拿到第2名左右，第3名左右。但是如果你是用7个部队的话，你会发现到他们的报告只能卡在中间的位置，可能是排行第4到第6左右而已。所以现在骑兵的境遇有一点尴尬。如果你是另外一队骑兵，可能你用亚瑟搭配赫克托尔，或者是你用霍去病搭配真德的话，他们的报告基本上是垫底的。所以现在骑兵野战的情况呢，就有一点微妙，感觉他们能用，但是又很差的情况。当然这里我推测有几种可能，第一个可能就是因为骑兵的速度其实还是偏比较快一点的，所以如果你是用混兵的情况下，你比较难去控制它的速度，可能会跑得比较快。像我这边亚瑟跟真德的情况会比较差，是因为这个队伍是我所有的搭配里面跑得最快的一个，所以它的报告时长出来都是比较糟糕的。至于江汉战阿卡琉斯在我的全骑兵报告里面还好而已，但是在混兵里面可能就是比起其他兵种还要稍微快那么一点点，可能冲得太快，然后跑的也太快，就会导致到你的部队可能不太平衡，所以才会卡在中间的位置。如果你是用霍去病搭配真德报告垫底的情况，也算是很正常的，因为我在之前就跟大家讲过，霍去病是已经下舞台了，他已经不是在我们最强的体系里面了，只是有些玩家不舍得放弃技能伤害的骑兵统帅，所以才坚持继续使用而已。因为以现在的战场来讲，你没有 AOE 就是吃亏的，就算他的技能放得再快也好，人家慢了你一点点，但是他第一轮就打出了圆形范围 AOE 或者是5个目标的 AOE， 都已经赚的比你更加多了，所以才会看到霍去病真德的报告会比较差一点，而且有可能你的怒气又断掉什么之类的，你的真德可能2次的大招都没有丢出来。那现在主流的骑兵都是这样子的表现了，所以你们更加不用去想着说是不是其他的骑兵可能会表现得更好，不需要想，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。
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因为兵种顺序的关系啊，就是你们可以看到，推出江汉赞跟阿卡琉斯的时候，其实是比较早期一点的。我们的顺序是骑兵、步兵、工兵、领袖嘛，那他们是最早出来，可能在后面像孙武出现的时候就已经压过去了，然后轮到工兵，最近才推出了 AA， 又把他们给压过去了之类这样子的情况。但是这种情况呢，在秦始皇面前是不成立的，秦始皇目前还是最顶的存在。但是我们无可否认，现在步兵的孙武确实是表现得比起之前江汉战还要来得更好。现在你们用混兵使用7个部队或者是5个部队的情况下，用孙武搭配白起或者是孙武搭配刘彻之类的，都可以排行在你所有报告里面第2报告最好的。然而骑兵就算你拿来搭配一个圆形 AOE 范围的阿卡琉斯也好，它出来的效果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好，都没有办法超越孙武。那如果你是想着说之后骑兵的培养方向要怎样去发展啊，这些统帅有哪一些可以不用去培养之类的话，我这边可以跟大家讲啦，其实江汉战还是有点不太值得，因为像前面我就有讲过了，其实我用阿提拉搭配阿卡琉斯的情况下，他的报告仅次于我的秦始皇部队，所以他的问题我觉得是出现在江汉战的身上。当然有一个可能就是因为阿提拉实在是太强了，这边跟不知道的观众讲一下，阿提拉其实被削弱过3次了，削弱过3次依旧还能使用。这里也是顺便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有玩家问我阿提拉还值不值得去培养。那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呢，如果你真的是全骑兵的玩家，你没有考虑说之后要去培养其他的骑兵统帅的话，其实是可以去培养阿提拉的。因为如果之后他们就算是推出新的骑兵统帅，就是集结的统帅，因为上次推出了大卫嘛，他是驻防统帅，那有很大可能集结统帅还是需要拿来搭配阿提拉，当然也有可能是拿来搭配速不台啦。但是如果是搭配速不台的话，就不知道新的骑兵集结统帅是怎样去设计了。因为不管是集结还是驻防也好，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，就是很容易被人家围殴。如果是围殴的情况下，阿提拉还是现在的霸主，所以不管你是不是针对之后骑兵统帅会推出什么新的统帅也好，你目前需要用到集结跟驻防的话，而且是用重击伤害跟连击伤害，你依旧还是需要去培养阿提拉的。但是如果你不心急的情况下，你可以稍微等一下，就是等下一次新的骑兵统帅推出之后，你看一下他的技能适不适合你，有没有 AOE， 是不是设计的很好，你再考虑要不要去培养阿提拉。至于其他的骑兵统帅呢，我觉得除了阿卡琉斯之外，其实其他的骑兵统帅我个人都是不太建议的。先说一下亚瑟的问题，亚瑟我讲真的，不管搭配谁都好，亚瑟的报告都是很烂的，这个是实话，不管谁都好，就算你是搭配赫克托尔或者是未来的新的领袖统帅也好，我也不会觉得他的报告可以好到哪去，我感觉他有一点被削弱的样子了。那霍去病不用讲，我很早之前就已经讲他没有用了，那真的话就要看之后官方会不会有可能推出新的技能伤害骑兵统帅，但是以现在的情况来讲呢，大概率是不会，因为有很多玩家都已经把自己的骑兵楔形阵的军器都已经转换去3线阵了，所以如果他突然之间又跑出了一个技能伤害的骑兵呢，恐怕官方又要被玩家骂了。并且以目前的情况来讲，真的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搭配跟他用技能伤害的话，也是比较难找啦，所以我个人也是不太推荐你们去培养贞德的。至于司机那些，你们也不用去考虑啊，大卫更加不需要去考虑。如果你是驻防的话 OK， 你可以去培养，但是如果你是针对于野仗说大卫他也是有 AOE 什么之类的，你想要去培养然后野仗用，不推荐。大卫野仗很垃圾。那像议员讲的这样子，是不是江汉战也是不值得去培养？我以目前的情况来讲呢，江汉战可以再观望，就等新的骑兵统帅推出了之后，看一下他的技能如何，再考虑说要不要变成2队的连击伤害。因为有可能新的骑兵统帅集结了，他可以拿来野仗使用，有可能可以拿来搭配，就比方说像上次的伊瓦尔这样子，虽然他是集结统帅，但是野仗其实也是可以使用的，拿来搭配孙武效果也是不错。所以有很大可能就会变成说阿卡琉斯搭配新的骑兵野仗统帅，然后江汉战可能拿来搭配新的骑兵集结统帅之类的。不过这个还要看情况啊，因为我觉得有很大可能新的骑兵集结统帅有可能是单体统帅，所以有可能就会变成说阿卡琉斯需要搭配新的集结骑兵，然后江汉战就需要搭配新的野仗统帅来使用。至于新的骑兵统帅要怎样去设计呢？那你们可以看到在之前就是江汉战这一代的时候，他已经是单体统帅了嘛，所以大概率下一次应该会推出一个 AOE
的统帅可能是伞形范围的，当然也不排除他们也会持续的推出单体统帅啦，因为你们可以看到像亚瑟啊、大卫啊、阿卡琉斯这些都是有 AOE 的统帅了。但我们要考虑到一点啦，如果官方要赚钱的话，其实他会推出一个比较强一点的骑兵统帅，因为像这一次的领袖统帅，我们要用来野战的统帅呢，都是放在 MGE 那边了，所以严格来讲，官方是没有办法从这里赚到钱的，毕竟我们王国有内定嘛，所以我觉得比较大可能还会把一个骑兵的野战统帅设计的强一点，然后要我们花钱花宝石去抽取。如果是说设计方向的话，它如果是拿来设计搭配江汉战的话，它就必须要设计一个输出统帅，而且也是考虑到江汉战它是属于比较偏向于辅助统帅，就是帮你回血的嘛，所以它下一次应该会针对于攻击方面去设计。如果它是针对于阿卡琉斯要设计的话，就会比较偏往争议高一点的，就有点类似像司机这样子，可能3维提升会比较高的单体统帅，也有可能他会设计另外一个司机出来也说不定。但是我觉得我们下一次推出的骑兵集结统帅呢，可能会偏弱一点点，有可能啊，因为严格来讲，其实这一次设计的大卫还蛮强的，拿来搭配阿提拉之后，那通常官方的设计就是这一代比较强，下一代就可能比较弱一点，所以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子。那这边说一下最后总结，关于后面部分我猜测新的统帅他们会怎样设计啊，或者是之后的猜测呢，那些全部都是猜测而已啦，就是我不确定会不会真的会往这个方向去的。但是如果是说目前的统帅培养啊，目前这些统帅的战场表现啊，那些你们可以作为参考啦，就是我自己实际用出来的感受是这样子，可能你们用出来感受不一样，你们在不同等级的王国打出来报告也会不太一样。当然如果你的骑兵表现跟我的有所不同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你的跟我的差距是怎么样，或是你的骑兵可能表现的比起其他的兵种还要更好，都可以告诉我。当然如果有一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，各位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